昨天赛季第一天打得怎么样？组牌的我先不问啊，单排的你们的体验好不好？像前几个赛季啊，更新段位之后啊，上大师之前我都是组牌的，打得很顺啊。我一直以为就是赛季初对吧，高手都下来了，应该比赛季末啊单排要好一些。但是仍然有很多水友啊，赛季初对吧跟我说不好上分，所以这个赛季第一天啊我没有组牌，我单排这么一打，好家伙，你别说啊，真打不动。我瑞文都超神了啊，我们家女警1-8。蓝切加强了，对面也没有肉，他不知道出，就在那憋借攻，吸血鞋、借攻、破败、智慧默认，你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是本地人。就现在啊，这玩意不是 ELO 机制 ，ELO 最起码两边都有下等码，现在两边只有一个，这个下等码在哪边哪边就输，人家就是本地人，一把游戏10个人，9个最高王者，就一个最高宗师，然后参团率呢30%几，这很明显啊就是下等码。昨天打了好几把都这样，尤其是这个组牌问题。可能是这个赛季人太少了，或者组牌充分的比较多。现在基本上都是3排和双排，人家开着麦沟通打你个单排的，你根本手无缚鸡之力，因为他这个匹配逻辑有点怪。你单排的话，你会排到2个双排的，或者1个双排的，3个单排的，对面总是有3排的，这就很奇怪了啊！按理说两边都应该有3排的，这是5个人的游戏，对吧？你组牌的人越多，话语权就越高，所以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呀。对面是1个双排的加1个3排的。你让他们去打双排和3排呀，打我这个单排的什么意思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啊！之前赛季初的时候，我组3排，打起来就很轻松，因为对面全是单排和双排的，配合不好。我们3个人对吧，包个中野辅，开着麦交流，节奏全在我们手里。单排就不行啊！你像前面那一把，我也玩的冰女，打也是个男刀，对面中单是杰斯，冰女加男刀啊，只要男刀愿意抓，我不知道这个杰斯怎么活，但是那个男刀啊，他就只抓下路，为什么呢？他跟 AD 双排的。抓了好几波还没抓到啊，被对面打野给反蹲了。我在中路玩个冰女，我喊了半天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所以我现在理解了啊，这个单排的话确实难上分。因为去年的时候啊，赛季更新我也单排过，段位重置之后呢，高分段的下来了，单排打起来啊，确实比赛季末要强，甚至还能带你躺。现在就不行了啊，你还想躺？下来的啊，高手没有几个，全是日活哥呀。就举个例子吧，定位到翡翠的队友玩的还可以，你像一般都是王者和宗师定位到翡翠。定位到钻石的那些至尊王者，大部分都是抽象的。打完之后，点开上赛季的数据一看，1000多把的至尊王者，我不骗你们。你们不信的话啊，去看看你们昨天的战绩，那些钻石矿的比较抽象的，你看他上赛季是不是千场至尊？比如这把的诺手，还有一把啊，我们家的仙宫莉莉娅，以及下路啊质疑队友的啊开局0-3的小炮，这些都是上赛季的至尊王者，真的太有含金量了。上完至尊之后呢，心里还很傲气。对线被打烂了啊，也不来参团，泽力说了2句就摆烂了。我出去一看战绩，好家伙，人家赢的还比我多。我认真玩啊，看阵容选英雄，人家把无脑选舵手，出了一把福利局啊，不对是人机局，正战绩啊，其他局全是负战绩，没有一点提升，知道吗？打个1000多把，你的提升呢？你不会这个赛季又要打1000把上至尊吧？这把泽力这么 C， 虽然说打野啊可能玩的没有那么好，但起码人家没有摆烂。结果我看了啊，我们4个人都不如诺手新赛季赢得多。说实话啊，高手把你虐了，人家上分你肯定不生气，但是一个人啊玩的跟人机一样，他还摆烂，然后你打完了之后呢，去看他的战绩，人家今天上的分还比你多，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？对吧？你不生气吗？就这个诺手他凭什么上分？他很明显对吧？你就看这个他的这个意识和思路啊，就跟我们9个人对吧格格不入，他融入不了我们的对局，就对面的阵容啊，他出神分。就冲这一点没法沟通啊！你换别人的话，我可能会跟他说怎么玩，他都出身分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先说好啊，诺手好几波内圈刮，不是我刻意剪辑，因为他每一波都是刮内圈，你但凡换一个中等码，这把就赢了。他管不了青钢影，来正面吧又没啥用，泽力让我别管他俩啊，保着他。关键是啊，咱们就是再猛，不可能3打5吧？如果诺手去管青钢影的话，最起码正面猴子能来。你像这样玩的话，对吧？猴子去管青钢影，我们正面只有3个人。这种情况下啊，都差点打赢了，所以你塞个这种下等码真的很恶心。明明能赢的局，对吧？下等码不会玩，硬是给你搞输。然后这里很奇怪啊，上波我们3打4打赢了，这个诺手突然就回来了，他好像觉得啊这把能赢就过来了。他前面一直在单带过河道就被对面莉莉娅抓死，已经默认他摆烂了啊，现在他又回来了。你不得不说啊，微信区就这一点比 QQ 的强，就是他感觉能赢的话啊就不摆了。你要换 QQ 的，我管你赢不赢，就是为了气你。然后这波对面开始认真了，青钢影不单带了啊，直接5个人团，那这下就完了。青钢影跟莉莉娅还有永恩3个人切一个泽力，那肯定保不住。诺手的话又在逛街，对面居然反应过来了，只要打团就能赢。
然后这个泽利又说他们是人机，然后诺手哥生气了啊，就单带了，不守家了。说实话，这把这个猴子很无辜的，他前面帮诺手抓，诺手满血给他卖了，导致他前面的节奏很难受。你像这一波猴子能守住，对吧？玩的很好了。然后看小地图，这个诺手又送了远古龙刷新啊，直接送，看到了没？玩的菜，脾气还大。但这一波的话，我们4个人啊，硬接对面5个人。泽利冲过去，我们也冲啊 ，W 跟上，配合泽利啊，收掉对面双人组。猴子玩的也很好啊，击退对面2个。我们再 W 定一下一个 Q 技能，配合猴子啊前后拉扯，他击飞我们补技能啊，我们再往后拉，莉莉娅过来我们金身躲个 Q， 青钢鹰闪现框我们 W 定住。正面的话，猴子赶走莉莉娅，我们一技能过去，大招直接锁，然后一个 Q 接 W， 莉莉娅开金身，我们卡一个金身时间，一个 Q 技能往后拉，看到了没？大逆风局啊，4打5硬是打赢了，但是兵线太劣势了，没法一波。就这一波能证明了我们4个人没有问题，就是因为系统放了一个下等马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才玩不了的。然后这个青钢鹰想偷家，泽利发信号让我留他，我就过来强行留他。大招定住之后呢，一个 Q， 他跳我 W 一下金身，你们就看这个诺手的位置，对吧？看一看我们的所谓的啊这些至尊王者丢不丢人呢？啊，顶这个至尊王者的名，没有至尊王者的实，你恶心谁呢？真把自己当高手了啊！说2句就摆烂啊！这个分我随便上，你上你妈！赢的局全是副战绩躺赢，你有脸说？没有策划给你改的这个宝宝机制，你能跟王者2个字沾上边？就真的贼恶心，知道吗？我觉得泽利也没骂你吧，说你是人机怎么了？你不就是人机吗？你玩的还不如人机呢。这里队友点信号啊，对面要大龙了，我过来探视野啊，结果这个1队给我秒了，我也没办法啊，这个视野我也不想探，我知道这边有人，金身刚才没好，我也不想探，但是这个大龙真不能让。这个版本的大龙，对吧？我们2路高地都没了，3路超级兵加霸王龙，真守不住。然后对面没有选择打龙，他们选择先杀这个呆逼诺手，诺手选择回头啊，把猴子给骗进去了。你说这对吧？没什么用吧，还害人，知道吧？纯副作用。这边的话我感觉没了，我就破罐子破摔了，能拖一会是一会吧，不然他们回去打完龙我们也是输。就你看人家的青钢影，对线单带打团都比他强，就对面5个人啊，你们看了一整把，有明显比较菜的吗？有跟诺手同级别的吗？没有吧。说白了，两边都是500分，对面每个人都是100分，我们这边呢泽利150分，所以系统啊为了所谓的平衡，找了一个50分的人补过来，看似双方啊500对500很公平，但是实际上打起来可不是这么一回事。你可以给对面也找个150分的，但唯独不能给我们塞个50分的，因为他玩不明白，这就是一局极其不公平的对局。